叔父启蒙又尚武，司师出教八卦掌。上一集我们讲到，少年的李子明随乡间的一位姓司的师傅初学八卦掌，但是好景不长，过了几年，司师傅就去世了。小子明心里异常的难过，送走师傅，他自己仍然坚持练功，但是这心里总觉得空落落的。就在这时，家中又出现了一件大事。原来祖上在辽阳留下一处买卖，可苦于小子明的几个哥哥都早逝，父亲又一心治学问，无奈之下，爹娘商量，只能把10几岁的小子明派到东北，一边学徒，一边照应家中那点股份。一个10几岁的孩子，第一次离开父母，背井离乡，只身一人来到东北，不谙世事。店里的大小股东一看来了个孩子，满口的河北乡音，甚是欺负。这段经历在幼小的子明心中留下了抹不去的阴影。在东北举目无亲，人际关系又相当的复杂，他思念父母，思念家乡，身心陷入巨大的压力之中，但是又无人诉说，一下子就病倒了，不思饮食，郁郁寡欢。父母闻之，赶紧派人把他接回家中。小子明家中一共9个孩子，他行8，所以在家族中，同辈的都称他为八哥，晚辈的就称他为八叔、八舅或八爷。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，小子明的几个哥哥都不得长寿，这让父母备受打击。这次又轮到了老八的头上，父母赶紧带着他求医问药，但是都不见好，还每况愈下，身体日渐衰弱。有的大夫还预言这个孩子活不长了。父母成天唉声叹气，暗自落泪。就在走投无路的时候，家中来了一位好友，他忽然提醒子明的父亲说，八卦掌名家梁振甫先生现正在家中。八卦掌是内家拳，内外兼修，刚柔并进，许多人练了八卦掌以后，身体格外的壮实，不如就让子明跟梁先生练练，兴许会好。死马就当活马医吧。子明的父亲李进印先生与梁振甫先生是同乡，年纪相仿，谈话投机。事不宜迟，第2天一大早，父亲就领着小子明去拜见梁振甫先生。梁振甫先生早就听说李家有个武术的苗子，可一见面怎么都病成这样了，咳嗽气喘，浑身无力，连走路都费劲儿。梁先生说，季运兄别着急，就让孩子跟我先练练转掌吧，我可不敢包治他的病，但是我敢肯定他会好起来。就这样，小子明开始跟梁振甫先生练转掌。他觉得怎么跟以前学的不太一样啊，整天跟推磨似的转圈儿，转了一圈又一圈，转了几天，他有点耐不住劲儿。梁振甫先生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对小子明说，怎么着，烦啦？来，老师跟你玩几下。说着领着他的手腕说，向左。小子明就使劲往右，越往右变劲儿，这脚底下却跟着老师不由自主的往左。过了一会儿，老师又说往右，他也是身不由己的跟着老师往右。这老师啊，就像猫玩老鼠一样。梁振甫先生笑眯眯的对他说，有意思吧？这呀就是八卦掌，刚柔并进，阴阳转换，这是咱们的国宝。这个拳呀，它吸收了其他许多拳的优点，最主要的是用易经的义理来阐述拳理，里边的奥妙多着呢。
接着，梁振甫先生又给小子明讲了许多八卦掌名家的故事。本来子明就听说梁振甫先生行侠仗义，为穷人打抱不平，一个人在京城击毙恶霸金彪赵六的故事，心中佩服得不得了。现在又听老师讲了这么多八卦掌的道理和故事，于是下定决心跟老师好好的学。小子明是个有恒心的孩子，他按照梁老师的要求，每天按时练功，坚持走圈。梁老师不断地规范纠正他的动作，指出要点。不久，奇迹发生了，原本走路都费劲的他，身体竟一天天好了起来。过了大半年，身体大好，能吃能喝，有说有笑，劲儿也长了。他自己和父母高兴得不得了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梁老师又嘱咐他说，可千万不能松劲儿啊。就这样又过了大半年，小子明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一样。他后来说，老师就是我的再生父母，自此追随师父一生。梁振甫先生对这个聪明懂事儿、有毅力、悟性高的孩子也甚是喜爱。1918年，梁振甫先生带着16岁的子明来到天津，遍访武林好友和八卦掌门中的师兄弟师侄，还为子明引荐了多位师伯师叔师兄弟，为子明日后在天津的发展，特别是习武路上铺平了道路，真是一位胆大又心细的好老师。1921年，子明在跟随梁振甫先生习练八卦掌6年后，由家父李进印保荐，和表兄李金豹一起在家乡正式代义拜梁振甫先生为师，成为梁师的入室弟子，追随师父终身研习，传承发展。1928年，26岁的李子明先生加入了河北省国术馆，在河北省国术馆成立大会的合影中有他英姿勃勃的身影。在河北省国术馆，他得到了张占奎先生、尚云祥先生还有师兄居庆元先生的指教，武功突飞猛进，尤其与八卦掌20名家尹福先生的弟子居庆元师兄的关系最为莫逆。下一集继续为您播讲八卦掌30名师李子明先生的故事。